弹幕说我是追妻火葬场文里的女主，可看着拜堂图中为了女配再次抛下我的江明川，我突然倦了。为寻求镇北侯府的庇护，我扯下盖头递给端坐上席的江明川，他爹，江金州，你要娶我吗？一向高冷禁欲的江金州愣在原地，脸颊通红，声音都微微发颤。好，弹幕瞬间疯了，这可是纯纯阴湿男啊！他做梦都想替便宜儿子娶你。妹宝，你看到何景九的葫芦了吗？他就这么大。江金州昨夜中药，可是拿着你送的马鞭书解的，整整1页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夫妻对，等等。江明川声音急切，打断了最后的里程。寓意永结同心的红绸也被扔在地上。他慌乱地吩咐下人准备马车，对我扯住衣袖，像是才想起来我这么个人。云楚，安因心急发作，我去看看他就回。似有些不忍心，他轻轻地隔着盖头吻在我额前。说罢也不等我反应，疾步出门，只留满堂窃窃私语的宾客。我扯下红盖头，平静地看着他仓皇失措的背影。这1年来，这样的时刻数不胜数。最开始是他不顾流言也要将赵茵茵带回自己的偏院。爱茵的夫君是我的老部下，临死前只求我替他好好照顾新婚的妻子。云楚，你身为京城名门典范，这点气度也没有吗？再后来是我连他心寡之身，派人送去绸缎首饰，却引得他心急发作。爱茵最是孤傲高洁，你送这些是想羞辱他无家无室，丞相嫡女就了不起吗？于是后面每一次我和江明川同处，赵茵茵的心急就会发作一次。眼前突然闪过好多串漂浮在空中的文字。我女好惨，男主为了赵茵茵抛下她这么多次，还要继续和她追妻火葬场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又看向周围人并无异常的脸，这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。这脏男人说是照顾部下遗孀，实际上夜夜扎针，都给女配扎出大肚肚了。一定要追妻成功吗？什么年代了，还写这种脏黄瓜男主？我好半天才消化这些信息，我身处的世界好像是个话本小说，这些漂浮的文字是读者们发的弹幕。我会和江明川因为女配赵茵茵展开漫长的拉扯，最后终于看清彼此的心。冰释前嫌，和他走入幸福的结局，5年抱3个娃。可是江明川是脏黄瓜哎。我回忆起和他这些年的过往。镇北侯府世代战功，江明川又是侯爷名下唯一的嫡子，我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出征前他10里红妆前来相府下聘，他看向我的眼神专注又虔诚。柳云楚，打赢这场仗，我就来娶你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江明川此生绝不纳妾。彼时我也真切地期待过嫁他为妻。可从北伐回京，他牵着赵茵茵下马车那时起，我的心里就有一根咽不下去的刺。女主要不看看男主他爹吧，这个阴湿男在后面牙都咬碎了，巴不得自己上去替便宜儿子拜堂呢。我作证，他昨晚被人下药，泡在冷水里叫了一晚上女主名字。我大为震惊，扭头看向堂上正襟危坐的江金州。你们说的是这个3年覆灭北蛮，平定武王谋反，横尸万里，杀伐果断，京中一人人闻风丧胆的镇北侯江金州吗？密码的，支持男配上位，这里是女频，我们只要处男。江金州今年其实也才29，因为立下不破北蛮是不娶妻的誓言，从族中过继了江明川这个只小他10岁的便宜儿子。我仔细回忆了这些年和江金州的记忆，我们最多是只说过10句话的点头之交。他是怎么连中那药都要喊我名字的？我心下疑惑，抬眼却正好撞上江金州深沉的目光，狭长的丹凤眼被长睫遮住，看不清情绪。他咽口水了，这小子的眼神恨不得把女主扒光就递入洞房。江金州一看就很能生，昨晚他可是泡了整整1夜冷水，什么含量不用多说。可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想起昨夜看过的避火图，有点刺激哇。其实对于柳家而言，重要的只是和江家的联姻。于是我抬手把盖头递给江金州，要不你来和我拜堂？几10万敌军压境也岿然不动的江金州，
愣住了。好一记直球，这不得给男配吓傻了。上啊，江金州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后来者就是要又争又抢。弹幕疯狂滚动，我莫名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江金州慢慢站起身，黑沉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开口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他顿了许久，像是在挣扎什么，还是开口道：我知道你对明川很失望，但不能这么随意决定自己的一生。我可以去请旨，还你自由身。我仰头捂住他的嘴。这是柳家和江家的婚事。江金州被我捂得猝不及防，慌乱间舌头还舔到了我的手心。他整个人机不可闻地抖了一下。别把此男爽死了，乖女，他不仅想舔你的手，还想舔遍你身上的每一寸地方。你们这群人真是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剥开全是黄。确实啦，我本来不觉有意，这大黄弹幕给我吓得手心莫名发麻，腿都有点软了。心虚地把手撤下，却被江金州一把握住。我知晓你父亲之事，若是你柳小姐愿意，我自然可以应承。我看他一眼，我当然愿意啊，不然谁跟你在这又唱又跳的？这是刚刚弹幕叫的，别人结婚，他江金州穿个大红色，在这又唱又跳的，实乃心机男。他慌忙地补上一句：柳姑娘不必担心，成婚后我们可以分房，待到柳家渡过难关，我自会送上和离书，可保姑娘清誉。江金州一番说辞，似是全然为我考虑。你就装吧，你能舍得？我在识破装男的游戏中取得了0秒的好成绩，你也快来试试吧。江金州面色冷峻，紧抿着唇，似乎真的只是为了解柳家的危机。只有通红的耳尖泄露出一些真实情绪。我突然想要逗一逗他，招手示意他俯身。江金州一脸莫名，身体却立刻有了动作。我垫脚凑近他耳朵，京中人言可畏，我既嫁给了你，怎么还能清白？江金州沉默了片刻。我可以放话出去，是我身体有疾，不忍耽误姑娘。我累个不举男啊，好一个为爱养胃。哦，原来是不举哥。我愕然怔住。江金州似乎真的心悦于我。我父为官30载，刚正不阿。先皇在世时曾因圈地之争弹劾过九王爷，彼时他的母妃赵贵人跪伤双腿，晕倒在殿外，也没能免去九王爷廷杖50、禁足半载的惩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最后登基的会是这位纨绔王爷。赵太妃如今恨毒了我父亲，若不尽早与新贵联姻，恐我柳家覆灭在即。那江侯爷可愿意与我共拜天地，结为夫妻？我再次将手中的盖头递给他。良久，我听见他的声音：愿为夫人效劳。得益于江金州的阎罗名声，这场喜宴无人敢嚼舌根。我从侯府的儿媳妇摇身一变成了当家主母。我独自在洞房等了许久，沉重的凤冠压得我脖颈僵硬，眼看一盘点心都被我吃光。许嬷嬷叹了口气：姑娘，洞房夜新郎官迟迟不归，这侯府接二连三地糟践咱们姑娘。我刚想安抚她，门外突然一阵喧嚣。我扯下盖头，迎面撞见匆匆而来的江金州。他额角有汗，衣角也沾染了些灰尘，唯独一双眼睛亮得出奇，竟带着几分少年人的义气。柳姑娘，我来迟了。他语气难掩雀跃，目光一直看着坐在床边的我。烛火摇曳，照得我面上热了几分。许嬷嬷不满地瞪他一眼，大喜的日子，侯爷莫不是也赶去照顾哪位部下的遗孀了？江金州低下头，可能是为这个江明川这个便宜儿子感到汗颜。此男偷着笑呢，他说不定是去给江明川上了锁，休要来打扰他吃小柳。江金州冷不丁掏出一纸诏书，吓得我和许嬷嬷立刻就要跪倒在地，手腕被人隔着衣服抬起。不必跪，这是我方才赶去宫中找陛下求的赐婚旨意，喜宴之中多有口舌，此举才能确保姑娘名正言顺做我侯府主母。许嬷嬷愣住，低着头快步退出去。许嬷嬷，我真该死啊！许嬷嬷，死腿，快点跑啊，别耽误两口子入洞房。屋内重新恢复寂静，弥漫着尴尬的气息。你
侯爷先讲。我动了动僵硬的脖子。江金州突然近身2步，站在我面前伸出手。我愣在原地，心里除了紧张，还有一丝说不出的期待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就要开始了。脖子以上骤然变轻，压了我1天的头冠被江金州轻轻取下。柳小姐辛苦了，以后在我府上，你皆可顺着自己的心意过日子。柳家风雨飘摇，我作为唯一的嫡女，可谓是举步维艰。这么久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辛苦了。抬眼望他时，不自觉红了眼眶。江金州顿时慌了神，一把将我搂进怀中，力道轻柔的，像是抱着一碰就碎的珍宝。你别难过。我双手不自觉还上他的背。江金州喃喃叫我小柳。我靠在他坚硬宽阔的胸膛上，觉得这日子真是好起来了。我们妹宝一个人苦了这么久。对了，说到久，江金州手指真长啊。说到长。我被江金州整个圈在怀中，身体紧紧相贴，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某个地方的存在感。弹幕大可放心。片刻后，江金州身体僵了一下，将我从他怀中带出一丝缝隙。夜已深，柳姑娘先行休息，我去书房歇息。说罢就要放开我，抽身离去。我攥住他的衣袖，很轻地摇了摇，委屈地望着他的眼睛。方才还叫人家小柳儿，这会儿又柳小姐了。江金州很低地叹了口气。小柳儿。我的手顺其自然地向上，扣住江金州，十指相缠。他气息陡然变重，目光幽深。小柳儿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想对你做什么？我仰头，直直地看进他眼底。夫君。天刚破晓，有只手力道合适地揉按着我的后腰。我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，难以言喻的疼痛酸麻遍布全身。怎么了，小柳儿？声音低沉艳足。身后的江金州着急地抱住我，关切问道。我怒嗔他一眼，还不是怪你，整整1夜啊！我哭着求他慢些，轻些。江金州置若罔闻，只红着眼将我的求饶堵回唇间。天杀的作者，天杀的平台，还我10万字豪车！怎么求的？怎么赌的？尊贵的会员有什么不能看的？说1夜就是1夜。江金州起床时这一脸艳足的死装样，别把此难爽死了。身上倒是清爽，昨夜他抱着我在浴池中清洗过。江金州不自然地咳了一声。昨夜是我梦浪，小柳莫怪。说罢，在我额前落下一吻。今日我要进宫，你且好好睡，无需理会任何人传话。我想了想那个在公主府从不来往的婆婆，点点头，再次睡过去。被窗外响动吵醒时，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。有人跪在院子外，父亲，恳求父亲允准孩儿娶阿英为平妻。来了来了，渣男和女配登门逼宫了。其实江明川也是个不错的人，只要女主认下私生子，江明川就能慢慢感受到女主的大度贤德，知道自己爱的终归是女主，别人只是过客。哪里来的大婆教教主？要当脏黄瓜大婆，冷脸洗内裤，你自己去，别在这里犯贱。就是这里是女频，女主爱谁，谁就是男主，连处男都不是，谁知道在外面过几手了？谁知道他的将军之位怎么来的？不会是陪睡吧？我认命的换人伺候起身，看着眼前满汉全席一样的早午饭，我莫名其妙地看向柳嬷嬷。侯爷一大早就吩咐小厨房备上了，怕夫人起身后饿着。突然他说让我以后都顺心随意，不必理会那些规矩教条。做了许多年京城贵女，这还是第一次赖床呢。我心情颇好，就着外间江明川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喊，每每吃完一顿饭才往前院走去。江明川依旧跪在地上，身边坐着小腹微微隆起的赵茵茵。孩儿求父亲。抬头看到迎面而来的是我，江明川的声音哽在喉间。云楚，你怎会在父亲院中？我目光扫过一旁楚楚可怜的赵茵茵，江明川立刻侧身挡在他面前。云楚，此时和茵茵全无干系，是我要娶她为平妻，你莫要与她为难。我微微蹙眉，我这还一个字都没说呢。陛下昨夜命你父亲入宫，才去2、3个时辰，
你且跪着吧。江明川面上闪过一丝疑惑，刚要开口，赵茵茵突然在我身前跪倒，两手抓着我的裙摆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，看着好生可怜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阿茵的错，求姐姐看在我腹中胎儿的份上，给我一条活路。我慌忙想要抽身，就看见赵茵茵尖叫一声倒在地上。姐姐，我知晓你心中有怨气，这一脚是我该受的。可我腹中胎儿是姜王的子嗣，只要能让他认祖归宗，赵茵茵愿意一生伺候姐姐，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江明川一把将我扯进他怀中，语气无奈：云楚，我知你心中不快，只管冲着我来，莫要为难她一个弱女子。我反手扇了他一巴掌。滚！江明川被扇得偏过头去，面色却不见愤怒，只握住我通红的手，很轻的吹气，宠溺的开口：好好好，云楚打过夫君，竟可消气了吗？你我青梅竹马，我心中自然只有你。对阿茵，我有我要尽的责任，只等她生下这个意外的孩子，就抱到你名下养，我们还和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看着江明川宠溺温柔的脸，抬起他的下巴拍了拍。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得容得下阿茵妹妹。江明川面色一喜：云楚，我就知道你最是贤德大度，你心中只有我。我好笑的点点头。是啊，我心中当然有你。话没说完，院门口突然出现一抹玄色衣袍身影，江金州面色铁青，垂在身侧的手捏成拳，声声作响。我僵立在当场，一把推开江明川。不是，等等，你听我解释。他毫不留情地错开身子，徒留我僵在半空的手。不必，柳姑娘与明川情投意合，又何须同我解释？江明川拱手和他请安。父亲，孩儿想。啪地一声巨响，江金州狠狠摔上了门，隔绝一切。哦吼，完了，阴湿难破大防，狠狠吃醋。其实两个都收了也不是不行。不要吧，脏黄瓜收了不怕得病吗？江明川沉浸在喜悦之中。云楚，父亲想必是朝中公务不顺，不如我们先回别院。又柔声补充道：昨夜你我洞房夜，为夫慢待了云楚，今日正好补上。女儿，你再不去安抚江金州，怕是此男要自绝于房内了。他可是个纯疯批，终要泡冷水不说，还一刀刀割在自己胳膊上保持清醒。我又急又惊，抬脚踹开江明川：走开，我有要事。江明川还欲说话，赵茵茵突然捂住胸口：明川，阿茵胸口好疼。江明川焦急地看他，又转头看我：云楚，我懒得看他一眼，着急地往江金州院中走。站到门口，又有些踌躇不前。听江金州方才摔门的力度，应当是十分生气。不知道这门我今日还敲不敲得开。谁知手刚抬起来，碰到房门，门吱呀一声便自己开了。江金州负手站在屋内，看不清神色。我刚踏进一步，他冷哼一声：你还知道来？那我走。身侧气流陡然加剧，方才还在那间绷着脸的人三两步行至我身前，绷着脸道：你走。语气平静冰冷，手却紧紧抓着我万间不放。我心下有些好笑，他竟这般小孩子行径，将手腕一点点抽出。江金州的表情一寸寸变得痛苦，在开口几乎带上了乞求：小柳儿，别走。我重新抱住他，将耳朵埋在他心口，听着躁动不安的心跳声。江金州，我不走。我是你拜过堂、洞过房的妻子，我走到哪里去？他微微颤抖的身体终于在听完这句话后平息。我忍不住逗他：还是说你要休了我？江金州抱得更紧，使劲摇头：不可能。又补充道：你是我的。江金州抱了我许久，我捧住他的脸时，才发现他双眼通红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没忍住，在他眼皮上轻轻印上一吻：不要难过了，我是你的妻子。江金州嘴角的笑怎么也压不住，但还是努力板着脸：那你方才和江明川说什么？心里有他？说罢，又委屈的别过脸：我知道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自然比不过，我也没有立场吃味，谁叫我从小独自一人在边疆长大，那里没有明媚的柳树，只有漫天黄沙，
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的屠刀。将金州头埋在我颈边蹭，有温热的气息一路留存。有，独自制一人漫天黄沙，还有屠刀捏。完了，好精湛的茶艺，此难不减。将金州，很高兴你们也懂得茶艺。我好笑地抱着他继续哄，只有你能让我这样哄，谁让你是我夫君呢？我那样说，只是因为我现在好歹是他名义上的娘，我确实的操心他的事啊。将金州心头终于舒展了，落在我身上的吻越来越烫。何况往日我受他和赵茵茵诸多搓磨，不可能一笔勾销。将金州一把将我拦腰抱起，眼角眉梢都是被玉沾染出的薄红。小柳，不许提别人。他单手护着我，垫好颈背后才把我温柔放下。现在是白天。将金州挑眉，抬手解发带。那就做到天黑。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在床榻间，我刚想抬手抱住他的脖子，却被强硬地按住双手手腕，举过头顶，压在颈背上，手被绑住了。红色的发带松垮地绑在银白的腕间，将金州特意松了几分，我在挣扎间也不会磨伤手腕，但也绝对挣脱不掉。你是我一个人的小柳儿。我这才知道，昨晚将金州已经很收敛了。他发了狠，一次次把我折腾到失去意识，偏不让我抱他。呼吸滚烫、灼热，带着如湿的气息。他贴在我耳边，压抑不住地喘息。我浑浑噩噩，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只有窗外的光线由明转暗，又再度晨光熹微。第二天，我毫不意外睡到午时才醒。死丫头，吃得真好啊！昨天尺度这么大，不会过不了审吧？大吗？哪里大了？说到大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？用完午膳后，将金州还是没有回来。最近他进宫格外频繁。我在花园闲逛时，看到一棵迎风飘扬的柳树，这是侯爷回京后移栽的，一直都是侯爷亲自照料。我走近才发现，柳树新长出的细嫩枝丫上绑了一根飘扬的红色发带，发带被风吹的胶缠在枝叶上，一寸一寸包裹着，荡漾着。我看得面色发烫，下意识觉得周围人看我的眼光都不太清白。将金州这个混账，那上面的痕迹明显，分明就是昨夜那一条。管家匆忙来报，夫人，少爷和他带回来的那名女子要怎么处理？虽然我和将金州的成婚之事并未大肆宣扬，整个侯府只有他院中的亲信知晓，但当家主母的职责还是得担。江明川和赵茵茵垂手跪在堂前，见走出来的是我，面上难掩诧异。云楚，你怎会？他慌乱地站起来，想进我身前，刚踏出一步，便被神出鬼没的影卫拔剑挡在身前。侯爷有令，擅自靠近侯夫人者，死。影卫平静的一句话，像是在江明川心上砸出一道惊雷。什么侯夫人？云楚是我夫人，是少夫人。他一把抽出身后的刀，怒指堂前。哪来的不识礼教的狗奴才？刀还没挥出来，便被一个娃娃脸模样的侍卫按倒在地。公子莫要乱动，镇北侯府的刀出鞘了，可就要沾人血的。江明川被死死按在地上，还偏要挣扎着抬头。云楚，你说句话啊！他们弄错了，一定是弄错了。十里红妆把你迎回侯府的是我，同你拜堂的也是我江明川。他眼眶通红，几乎是嘶吼出声，犹如困兽哀鸣。我面无表情地看他，可是江明川，我们三拜并未礼成呀。娃娃脸也在一旁夸张叹气，奈何有人急色匆匆，要负家人巫山云雨呀。我没忍住笑了一声。江金州，这就是你的兵？娃娃脸也不是不行，我记得他打仗贼猛。陈馀是男人就脱了，给姐妹们开开眼。原来他就是陈馀，3000里昼夜疾行，取敌军头领首级，悬挂于城墙之上，3天3夜的天生将才。见我目光停留在他身上，陈馀拱手求饶：夫人，您可别这样看我，回头侯爷知道了，一定会让我生不如死的。江明川闻言嗤笑一声，他江金州算什么镇北侯，觊觎儿子之妻，天地不容，人神共唾。我抽出陈馀的另一把刀，
毫不留情在江明川面上划出一道血痕。江明川，好好说话，听不懂是吧？这一刀并未留情，血霎时浸湿衣领。云楚，你为了他伤我？江明川似乎痛极，语带哽咽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京城谁人不知道你我情深意重？10岁那年，我为了接住从树上掉下的你，骨折3个月，你趴在床边哭，说长大了要给我做媳妇儿。及笄时，你耗时2月，亲手绣了一副破阵子送我，说等我当上大将军，就回来娶你。你都忘了吗？我拿着带血的刀尖，指了指一旁吓得瘫倒在地的赵茵茵。所以你带她回来时，有想过这些？江明川一把掀开看热闹的陈瑜，他只是一个意外。身为男人，我有我必须负的责任，可我的心，从头到尾只有你柳云楚一个人。我想起弹幕说过，我会和这样的江明川不断拉扯，被他的追妻火葬场打动。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？江明川嗤笑一声，我冷淡一笑，可是我不愿意要脏男人。江明川愣了愣，你真脏啊，江明川。我母亲去世那夜，我求你留在灵堂陪我，你在哪里？和我拜堂那晚，你又在做什么？赵茵茵此刻已经吓傻了，她3两步爬到我身前，姐，夫人，求夫人放我一条生路。我是个新寡的孤女，我只能牢牢抓住江公子，我有罪，对不住夫人，我只是想好好活下去。我叹了口气，俯身扶起他，好好坐着吧，你还怀着身孕，不适合陪着他折腾。江明川神色不明，哑着嗓子问我，你就因为这样选择嫁给我名义上的爹来报复我？报复你？我笑了一声，江明川，你我相识20载，你竟是从来也不懂我。你于我而言，只是情感路上的偏差。你若无情我便休，是你先偏离了我们定好的路，流连路边风景。我虽有不满，但既入穷巷，就该立时掉头。江明川似是没想到我这番剖白，连手都轻微颤抖。你带赵茵茵回来的那一刻，我对你就已经没有别的期待了，还愿意嫁给你，只是因为我柳家风雨飘摇，你的身份足够我度过这场危机，而我也有自信，能料理你后院这些阿杂事。我将刀递给陈瑜，目光遥遥地望着那棵柳树。可是有人将一颗澄澈的心捧到我面前，一遍遍叫着小柳，一遍遍想要我垂眼看他，爱他。再冷的心也被舞化了。呜呜呜，宝宝，你要好好的，你配得上这世间一切的美好。爱己者，人恒爱之，女主值得。江明川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，合着脸上的血落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不信，云楚，云楚，可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你要我怎么活下去？我啧了一声。川儿，先前因着外间流言，我一直让你父亲压下消息，现在想来没必要了。既然我成了你娘，自然会为你的终身操心。你若是对哪家小姐有意，我和你父亲自然会上门为你求娶正妻。笑死！一开始是我的妹妹，后来是我老婆，最后变成了我老娘。看见没？在女频失去贞洁的男人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江明川崩溃怒吼：我只要柳家云楚。她嫁人了。高大的身影将我挡住，带着温度的手紧紧扣住我的。江荆州回来了。父亲，她是我妻。江荆州淡淡的扫他一眼，现在不是了。脱下披风髻在我身上后，又补充道：今后见到你阿娘，礼不可废。陈瑜扑哧一声，侯爷，杀人诛心啊！江荆州揽住我腰身，就要往后院走。我止住脚步，回头道：明川。有人的眼睛瞬间亮起，有人圈在我腰间的手骤然收紧，气息不稳。我笑着继续：你和阿英的喜事这2日就办了吧，总归怀着你的骨肉，给个侧室的名分还是当得起的。江明川眼底的光熄灭了，痛苦地看着我，身旁这人手上的力道却是松了，脚步都轻快许多。赵茵茵跪着朝我磕头，见妾多谢侯夫人宽宏。江荆州还是不高兴，他看着我锁骨上昨夜留下的红痕，一言不发，手指在上面来回摩挲，真想把你绑起来。我斜他一眼，江荆州埋在我身上，声音闷闷的：你绑我也行。
想被小柳绑起来。我无语凝噎。江金州吃了什么药吗？怎么骚成这样？他就是个阴湿男啊！便宜儿子去柳家提亲那晚，他可是拿着你小时候送他的鞭子疏解的，被你们变态吓晕。小时候，鞭子，我怎么丝毫不记得？我将他压在门框上。江金州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江金州没想到我要问这个，表情闪躲，不自然的想要逃避。不说吗？我轻轻地撩动他的腰带，那我可真的要帮你绑起来了。一边说，一边状似无意地划过欲绑的地方，引得他身体颤动，双眼都被我逼红。为什么奖励他？几天没来，我们妹宝已经开始训狗了。江金州喘息加重，挣扎着想要碰我。我冷声退开一步，不许动，自己把手绑起来。江金州迟疑半晌，见我没有动摇的意思，委屈地扯下发带，用牙齿咬着，一寸寸缠在自己手腕上，打了个实在的结，伸到我面前。怎么调的？给我镇北猴调成 M 了。乖乖绑好自己，把绳子递给主人。纯纯小狗啊。主人。弹幕在我脑子里炸开一朵朵黄色的烟花，我一时脱口而出，跪下。江金州只看了我一眼，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顺从地跪在我脚边。我呼吸一滞，内心深处有种隐秘的渴望被满足。我拍拍他的脸，鞭子在哪儿？江金州惊喜地看着我，你想起来了？其实并没有，但弹幕传授了我很多把帝王的秘诀。当然，和你有关的事，我怎么会忘？江金州果然满足地蹭了蹭我床头底下，这是你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。我取出鞭子，看清上面镶嵌的红玛瑙，猛然想起13岁时，我跟随爹爹去边疆探亲，骑马路过一处荒地，有个裹着面巾的少年晕倒在地，我拿马鞭戳了戳他，谁知他突然诈尸，一把攥住我的鞭子，将我拖至身前。他伤得很重，但仍然保持着警惕。我看着他一身被血浸湿的玄色衣袍，叹了口气，用随身携带的金创药撕掉头巾和裙摆给他包扎。等处理完他一身的伤，天色已晚，我生怕爹爹责骂，匆匆准备回城。临走时又放心不下这人，狠狠地警告他，你要是敢死，我一定把你绑起来吊在城门口3天3夜。赶在日落前回到爹爹身边，一摸才发现我的鞭子丢了。但彼时年少，虽然是我那会最喜欢的东西，过几天也便忘在脑后了。没想到大漠黄沙之中，有人将其视若珍宝。春夏秋冬疏忽而过，再次回到我身边。我双手捧着江金州的脸，额头抵着他的。怎么不早点和我相认呢？他语气落寞，像裹挟着无边黄沙。我伤好之后诸般打听过，好不容易回京绕道，刘府想见你一面，却看见你和江明川在庆祝生辰。我这才知道你们青梅竹马，早有婚约。一番话说得我又疼又怜。我本打算等你和他完婚就回大漠，此生再不回京，可见了一眼，又忍不住生出更多妄念。没料想苍天怜我，我堵住他的嘴，拿过一旁的马鞭，替他完成数月前只做了一半的事。所以你这段时间日日进宫，是又反悔了，不准备回大漠。江金州解开通红的手腕，搂住我，一半为此，另一半是为了太后。太后，你求他放过我们柳家。太后从前与江金州的公主娘关系甚好，可公主早已发誓和江金州断绝关系，再不往来。我看向她满是淤青的膝盖，你去求公主了？一低头，眼泪控制不住地砸在她淤青之上。小柳别哭，你一哭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埋在她怀中，手越圈越紧。这个傻子。江金州沉默良久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他和雪阳公主的事。他大约很恨我。我只知道雪阳公主与江金州的父亲和离后，很快再嫁给一位职位不高的文官，次年又生了一个儿子。可那孩子长到4岁就莫名夭折。不是莫名夭折。江金州顿了片刻，他是在来找我的途中溺死的。公主抱着他的尸身，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
要我给弟弟赔命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你那是多大？6岁。6岁稚子，被亲娘掐住脖子，要他给另一个孩子赔命。他恨我爹，以命相逼去宫里求得和离，后来他更恨我了。难怪他从小随爹长在漠北战场，10岁后一个人慢慢撑起了镇北侯。你遇见我那次，就是公主派的刺客，那样重的伤是真的下了死手。我不知道怎样安抚他，只能将他搂在怀中，像小时候阿娘哄我那样轻轻地拍。其实柳家不是什么难事，陛下并非不讲情面之人，只是他孝顺，太后的话不好驳斥。太后与雪阳公主自幼交好，我如今的地位，他们也只能做些搓磨折杀人的小事。江荆州很轻地笑了下，小柳莫怕，我不疼的。过继江明川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正当壮年，边境逐年安宁，没由得扯那劳什子借口从族中过继便宜儿子。我籍贯那年，公主问我凭什么我好好活到了这个年岁，还能娶妻生子，绵延子嗣，而他只能长埋黄土，我就应该一生鳏寡孤独，赎尽罪业。江荆州叹了口气，玩笑道：早知道是江明川，我就不该赌这口气。掌中似有湿热痕迹，她也是我亲娘，为什么？我拿开手亲在她泛红的眼皮上。江荆州，不要难过。吻一一落在她的额头、鼻尖、嘴唇。你有我，我是你的朋友、爱人、妻子，我们以后也会有孩子。你是这样好的人，在独自走过漫漫黄沙后，你的身边应该繁花盛开，好景常在。呜呜，好苦啊，我的2个宝宝。幸好媚宝当时把盖头递给了江荆州，跨过迢迢万里的苦难尽头，你们一定会拥有最值得的幸福。小说都是这么写的。江荆州，你值得一切。所以，他茫然地看我，你去给我把江明川那个便宜儿子退回去。开什么玩笑？他江明川从小锦衣玉食，有亲爹娘爱护，有镇北侯府庇护，才在江荆州用血泪拼杀出的军功上活得顺风顺水。凭什么？江荆州低声笑了。好，以后只有我们的孩子。江荆州又早出晚归了一段时间，有时候只有身上残留的感觉才能发现他回来过。江明川每每在我院外徘徊，都被陈瑜拿刀挡了回去。云楚，我这段时间做了很多奇怪的梦，梦里我们也因为赵茵茵出现分歧，我追妻了很久，可最后你还是原谅了我，我们过得很幸福，我们还有3个孩子。迎娶赵茵茵那日，她喝得烂醉，倒在院外，哽咽不止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明明是我的妻。我淡淡的看他，江明川，承认你根本没有那么爱我，真的很难吗？如果你全心全意，根本都不会有追妻火葬场的出现。在这里表演深情，又能证明什么？我让人把他拖回去，顺便告诉你，很快你就不再是镇北侯府的子嗣了。江明川的酒意退了个一干二净。云楚，你为何要做得这么绝情？他原本的家庭资质平庸，大概这是他这辈子最后风光的一天了。你不是很爱担责任，很爱照顾部下一双，滚回邵阳乡下，全心照顾一辈子。江荆州回来时，兴奋地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回漠北。他和皇上你来我往多个回合，终于将京城事务甩干净了。回漠北那天，夕阳美得像一个新嫁娘。江荆州抱住我，小柳儿，等回漠北，我们成婚吧。我要给你一个最盛大的婚礼，10里红妆，明媒正娶。好。呜呜呜，小情侣太幸福了吧，祝福99。一定要99啊，别管我了，我无关紧要。我看着弹幕刷过了一片99，轻轻笑了。这群小姑娘怎么光祝我们99，不祝自己长命百岁呢？你们才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，你们是我未曾谋面的故人，是最值得拥有幸福的善良的陌生人。祝你们永远有反抗命运的勇气，也有拥抱幸福的能力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